我嫁给了强奸犯，婚后我恪守妇道，永远在他睡觉后卸妆，在他醒来之前化好妆。老公直播炫耀，说女人就该有着自觉。有个弹幕警告他，快跑，只有皮湿才半夜化妆，湿皮越烂，妆容越厚，离换皮吃人也不远了。我捂脸鬼笑，哎呀，忘了遮瑕，尸斑怎么出来了？我老公是个强奸犯，但我不在乎。买菜晚回家10分钟，沈静当着上万直播观众的面怒骂，滚去哪儿了？自己去罚跪。我顺从下跪时，原本恨铁不成钢的观众都麻木了。大美女配家暴男，还主动倒贴30万彩礼，什么世道？为了流量，大冬天让老婆穿泳装去雪地跳舞，人渣中的战斗机。放下助人情节吧，律师都帮他联系过，人家不听，还说这辈子就认准这个男人了，锁死。沈静开的直播间，专门拍摄我伺候他一大家子的日常，考遍着花样作践我收割流量。等他允许我起来时，膝盖的粉底早就被蹭掉了一块，露出猩红可怖的尸斑。哎呀，我慌乱的用包遮住，活人用的粉底还是持妆度太差，一到夏天就容易蹭掉。好在直播镜头带不到，我淡定换上过膝长裙，镜头里的我妆容得体，颜值堪比网红，加上任劳任怨，没半点脾气，这可把男网友们都羡慕坏了，纷纷让沈静分享预期数。我老公恬不知耻的炫耀，对付女人啊，关键是不能给脸子。我说喜欢漂亮女人，她从不敢在我面前素颜，永远在我睡觉后卸妆，在我醒来之前化好妆。做老婆，满足老公的视觉需求是最起码的女德。在网友或追捧或唾骂中，一则显眼的弹幕划过：你老婆是皮湿，只有死人在半夜化妆，她是不是只在半夜3点化？因为那会儿阴气最重，持妆效果最好。沈静笑得前仰后合，这说什么屁话呢？那个嚎叫悬于居士，看资料是个小道士，这人也是轴，被骂了也孜孜不倦。你们结婚3年了吧？皮湿的极限了，他最近化妆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吧？皮湿需要人滋养，他是不是24小时都爱缠着你，离不开你？每次亲热完，你都会病一场。这下可把沈静说愣了。确实，他结婚前身强力壮，婚后大病小病不断，老婆对他的皮肤爱不释手，有次抽烟烫出个疤，他都急得要哭了，要哭但却哭不出，尸体是不可能有眼泪的。你见过他哭？是没有。沈静一下有些慌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今晚往他卸妆液里滴艾草，艾叶属阳，皮湿一用脸就会烂，是人是湿，一时便知。我感恩戴德的收了老公送的卸妆油。沈静盯着我看半天，松了口气，看这不值钱的舔狗样，还皮湿。小道士一本正经，你们一家3口生日都在同一个月，是难得的连珠命格，皮湿吃了事半功倍。3天后你的生日就是皮湿大开杀戒的日子。沈静是独子，我们婚后跟公婆都住沈家的自建房里，我婆婆是10里8乡闻名的抠门精，每次老公吃不完的外卖，婆婆都会放到搜仔给我。她每天会很体贴的给我留2碟菜，一碟白的，一碟咸的，这是为你好，油水吃的多容易胖。我儿子可是会变心的，我感谢他，毕竟皮湿不存在新陈代谢，胃不蠕动，肉吃多了，身上湿气会更重。上次沈静生日，难得给我加了小块叉烧，我忍着恶心吃了，回头吐了老半天，损了半年修为。我一边啃咸菜，一边把好吃的好喝的亲手端给婆婆。看着她日渐肥硕的身躯，我心满意足，幻想着收割时皮肉相连的口感，就忍住咽口水。婆婆能吃好喝好，心情好，就是我的最大心愿。心情好坏，可直接影响肉的酸碱度呢。半夜等老公睡着了，起了鼾，我才蹑手蹑脚来到厕所卸妆。女孩子嘛，死了也一样爱美。我化妆时间很长，一般卸掉斑驳结块的底妆、假睫毛、美瞳后，还要做基础保湿，为了让妆效更持久。遮瑕湿斑后，我会用3明治法定妆，卸妆巾擦上脸的瞬间，灼热感扑面而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背后一股毛骨悚然的视线正盯着我，我猛地扭过头，原本上锁的门不知何时被推开了。沈静正脸色阴沉地站在门口，许玲玲转过头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皮实没有无感，可我感觉浑身的毛孔渗出微微的汗意。进来前，小道士私信叮嘱沈静，把牛眼泪擦在手机镜头前，就能让大家看见鬼怪，让他露出原形，无所遁形。沈静倒也不是多信道士，但看着直播间疯狂上涨的人数，还有不断砸来的礼物，他立刻朝我逼近，拔高嗓子，一到晚上就瞎折腾，素颜就那么见不得人。我穿着睡衣，捂着脸啜泣，委屈的要晕过去。弹幕里不少人劝算了吧，肯定是道士为了骗流量乱说的。沈静一把握住我冰凉的手腕，粗暴掰过我下巴，网友都打赏了，就是要你脱全身，你也得脱，敢不听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磨磨蹭蹭倒出卸妆油，卸掉的瞬间，沈静包括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可粉底下的皮肤依旧吹弹可破，沈静原本紧绷的神情一下就松了。大骂倒是骗人，弹幕也在骂，大半夜折腾人，还嫌人家姑娘不够惨啊！我看是3个人打配合呢，半夜3点流量比白天还高。
小道士沉思3秒，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是2月29日，是4年一遇的闰年，今天难分阴阳两气，皮氏的身体会变得与常人无异。我心里挺诧异，这小道士不知师承何人，倒有点本事，居然能看出我的来历。他不是普通批师，是一具怨气极重的煞师，所以普通艾草对他没用。他语气变得极其严肃，你到底对他做过什么，让他怨气那么重？沈静气急败坏地拉黑了道士。为了给自己找台阶，他嫌弃我素颜丑，警告我没化妆就别出门吓人。我含笑说当然。看他早忘了这张脸，忘了4年前他曾亲手掐死过的女孩。也是，那晚天黑夜重，山里又下雨，我挣扎中又被沈静砸得头破血流，早就面目全非，我4肢都被打断。等他心满意足施暴完，用双手死死掐住我脖子时，我还卑微哀求不要杀我，我发誓不会跟任何人说，求求你，我外婆还在等我，求求你，我今年大4，才刚保送上名牌大学，我还没亲口告诉外婆好消息。小老太为了供我读书，省吃俭用，眼睛熬坏了都不舍得去看，没想到孙女一天福，她真的不能失去我。可沈静淫笑着，继续扼住我喉咙，死死用力，身体不停痉挛，泪水疯狂涌出，颈椎爆出清脆的断裂声。就这样，我死了。死前我好像看见了外婆，小老太穿着件洗得花色掉色的薄袄子，眼巴巴蹲坐在院口，厨房里还蒸着我最爱吃的粉丝牛肉包，她不厌其烦热着，总想乖孙回家第一口就能吃上新鲜的。她不知道我已被丢弃在深山里，没了尊严，没了未来，没了生命，在腐烂发臭中怨气不散，成了一具不人不鬼的皮尸。当我用新的面目找媒婆说亲时，她问我图啥，我莞尔一笑，羞羞答答说就图他这个人，图他这份至死方休的血海深仇。沈家死期不，生日将近，当我为一家3口送上亲手裁制的衣服，沈静脸色微变，因为小道士被拉黑前就警告他，如果皮师给你们赠衣，千万别穿，那是为了包你们皮时更顺畅。我眼珠不动，缓慢地拧过头，唇角浮出笑意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不穿？沈静偷偷又把道士夹了回去。他给你们送的是寿衣，活人穿的衣服仙鹤翅膀都不会打开，是站立的，只有寿衣的翅膀是打开的，意思是驾鹤西去。直播间的粉丝都很无语，拜托，这叫新中式好吗？现在就流行这种看没人信自己。小道士很着急，你们数给死人穿的扣子是单数，段子料象征断子绝孙，寿衣讲究衣不露手，你们每件衣服都袖比手长，不行，皮师要成煞了，我立刻坐车来救你。沈静一比，还真是。他原本只是半信半疑，但看着直播间不断涌来的流量，他记上心头，故意表现得深信不疑，当即转了定金，还各种预告，家人们想看道士大战美女皮师的，记得来打赏预约。谁知沈静生日当天，家里还真出了命案，只是死的人是我公公，公公尸体4分5裂，惨不忍睹。他在跟老相好偷情回家的路上，喝多后一头栽到坡下，被野狼吃掉大半个身子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下肢全无，脑袋连皮带肉都被啃掉大半，唯独身上我给他缝的那件衣裳毫发无损。这下新衣真成寿衣了。沈静跪在他爹尸体前，茫然不已。怎么是他先？不对啊，不是说按照生日顺序？可恶，那小道士又骗我。我跟着婆婆哭天喊地时，嘴角忍不住勾起了一抹鬼笑。是，原本公公可以多活几天，可谁让他发现了我的秘密呢？那天我偷偷去看了外婆，小老太的腿又坏了。自从我失踪后，她这4年天天举着我照片奔波寻人。有人笑话她培养的女大学生不自爱，肯定是跟有钱人跑了。外婆发疯一样举起锄头要跟人拼命，杀千刀的脏玩意，再损我孙女一个字，老娘我什么都做得出。警察在树林里找到我丢失的书包与血迹，认为我已经遇害。外婆偏执地认为死要见尸，没尸体她孙女就没事。算命的可说过，我孙女是得长命百岁的。4年了，她每周雷打不动去县城警察局询问进度，警察都拿这个绝老太没办法。山里路难走，光来回就要4小时，这腿脚能好吗？我站在院外，看他烧得糊涂了，嘴里还喃喃叫着我的小名。他虚弱的手都抬不起，连热水都喝不上一口。尸体不该有心的，可疼痛就像在我胸口扎了根，密密麻麻，无法解脱。我劈柴烧了水，趁他睡着给他续上，放在老太太能伸手就够着的地方。我不敢多留，皮尸不能跟活人多待，湿气有毒。我与沈家3口日夜相对，尸毒早侵入他们的心肝脾肺，只等良辰吉日开膛破肚，大快朵颐。可刚回家，公公就把我堵在门口，冲我鬼秘一笑。我总算知道你每天下午买菜前去偷摸去哪儿了。见我装傻，公公把我扯到镜子前，得意洋洋道：装，给我装，看看脖子上是什么。
我这才发现，烧水时的热气晕开了脖颈上的粉底，上头暗红色的尸斑一览无遗。我胸口停止了呼吸，眼睛眯成一条危险的缝，那是皮尸即将吃人的征兆。可公公却不察，一把搂住我的腰，满脸邪笑，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啊？说脖子上是哪个狗男人留下的吻痕。公公好色，透过我好几次内裤，也会在经过时迅速摸一把我的腰。这事婆婆都知道，她装瞎，反而怂恿家里免费的看着多舒服，别花钱出去找妖精。当晚我正洗着澡，绿灯倏地灭了，伴随着粗重的喘气声，公公闪进，粗鲁地将我扑倒在地。我装模作样发出求救声，别装了，我早把阿锦跟他妈都支走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了。公公狞笑着，压低嗓子，你说我儿子有啥好，对你呼呼喝喝，跟了我保准疼你。他迫不及待掰住我肩膀，一摸我肩头整块肌肤就像嫩豆皮掉了下来。公公察觉到异样，灯亮了，他下意识抬手，才看清手里捏着的是一张湿润布满皱褶的人皮。我的头也咔嚓一下拧转了90度。对视的瞬间，他目光颤抖，吓得呼吸都忘了。我用僵硬缓慢的音调笑了，只剩我们2个，那我可要开动了哦！公公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，他后仰摔倒后，拼了老命往门口爬。救命，有怪物！可整个家没有人。他叫天不应，我将他重新拖入黑暗，用锋利的指甲挖出他2个膝盖骨。人类爱吃鸡软骨，皮实也是。他痛得满地打滚，死到临头才认出我。你就是当年那个。厕所里满滴血，我贪婪地汲取仇人的养分，老怀甚慰地笑了。是啊，终于认出我了，只是过了4年而已，怎么能忘了？公公喝酒后总爱炫耀，全县都没人比我杀猪杀得好，别说猪，就连人我也理智让他闭嘴。可眉梢眼角全是藏不住的得意。当年沈静借着酒意犯了案，但负责焚尸的可是公公。第一次我没死透，沈静喝了酒没掌握好力度，我尚有半口气。杀猪匠出身的公公赶来善后时，发现了端倪。爸，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坐牢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他刚一直动，还咬了我，我一时生气才。沈静酒醒了。开始懂得后怕了，我微弱的求饶，试图阻止他们。公公点了支烟，亮起的光照出他沟壑纵横的老脸。放心，这大山里一年到头总有人失踪，只要死不见尸，谁也赖不到你头上。说罢，他猛地吸了口烟，抄起杀猪刀，手起刀落，血溅飞得老高。惨白月色是这桩谋杀案的唯一证人。事后，他们还专门去了我家盯梢，看我70岁的外婆卑微跪在警察面前哭天喊地。他们窃笑，家里就一个老太婆，还怕啥？听说是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，则浪费了。公公声泪俱下的求饶声让我嫌烦，干脆将他的舌头连根拔起。我笑话他，求饶有用的话，当年我就不会死了呀。之后该吃的吃，该扔的扔，把残肢扔到悬崖下后，我打了个饱嗝，发现月色比往日皎洁了许多。不是我的眼睛重新有了色彩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北风刮过脸颊的刺痛。吞噬仇人血肉，让他们体验极致痛苦，皮尸就能在世为人。外婆，你等等我，请务必再等等我。我啊，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公公的丧事办得仓促，灵堂上我劝婆婆节哀，反正很快就轮到你了。起身时，我忽然脚软瘫软在地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沈静身边跳出个手持桃木剑的小道。皮尸哪里逃？这灵堂我早就布置成树魂阵，你插翅难逃了。我起不了身，梨花带泪的辩驳：“老公，你看他满口胡言乱语，带来灵堂合适吗？看我脸有泪痕。”沈静不免迟疑：“大师，你不是说皮实不会流泪？他明明有。”他吃了你爸，已经开了五感。昨晚我不是带你用真火术验过尸吗？你爸尸体上的手印就是你媳妇的。小道士捏出黄符，不由分说逼近我，要让我现原形。这叫烈火符，老皮师告诫过我，皮师最忌火，尤其是道家烈火符，一沾就算100年道行也要毁于一旦。那黄符逼近1分，我脸色也苍白1分，衣服下的皮肉融化溃烂着，不用1分钟，我就会融化成血水。这一刻我不再忍耐，夺过把水果刀架上脖子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愤怒。沈静嫁给沈家3年，我问心无愧，我替你照顾妈，为你伺候爸，现在就为了网上不知所谓的人，你就要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这样折辱我？你拿我直播，恨不得连我洗澡都播。如果我是尸体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，就让几万人给我作证，看我是人是鬼。整个灵堂都是我凄厉的控诉声。小道士愣怔中，我把刀狠狠扔到沈静面前，来啊，捅死我得了。下一句我语出惊人，干脆连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一起捅死得了。婆婆大惊又大喜，忙说什么你有了。我擦着眼泪掏出某宝38节凑单买的 B 超单，3个月了，本来想等生日时告诉你们，没想到爸走的那么惨，也就不好说了。婆婆直接大转变，训斥儿子，什么皮师，我媳妇好好的，我看这就是想骗我家钱的骗子。正好民警上门，当场把小道士带走，我是不能动弹，还不能短信报警，举报封建迷信是公民的合法权利。
而这一幕幕全被沈静直播拍下，他这时才忍不住满脸笑意，直播破100万了，哈哈哈！钱来的真轻松，小道士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小道士傻眼了，我恶劣的勾唇，沈静不过是利用道士做直播噱头，他还得意忘形的嘲笑人家，当我傻啊？我们才认识多久，你就假装热情帮我，肯定是想蹭我流量。老子唯一信的神就是财神，你自取灭亡啊！好心被当狗吠，小道士满脸屈辱。你们看灵堂的香，刚刚还是白色，皮实一来就成黑烟了，那只能证明东西是伪劣商品。吃了公公后，我肚子大了不少，消化也需要时间吗？婆婆每天喜笑颜开，说我皮光肉滑，肯定是个男孩。确实是个老男孩。婆婆生日快到了，我主动操持要帮她办，当做大餐前的仪式感。可突然，沈家前院传来大呼小叫的厮打声，我走出去一看，呆愣当场。闯入沈家的人是我外婆，说我孙女是不是你家害的？外婆骑在我婆婆张翠芳身上，互扯中，袄子被扯得乱七八糟，邻居都围过来看起热闹。外婆枯瘦如柴的身子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抓住张翠芳的脖子不撒手，看。她脖子上的金链子是我孙女买给我的，她嗓子喊破了，破锣一样，像急于告状的小学生，恨不得昭告天下。是我孙女打工要送我的，单据在这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链坠子上还有刻字，是我名字。说我孙女姜思思到底在哪？很快，沈静赶了回来，提着我外婆后脖子，粗鲁地把她推倒。我紧紧咬住牙关，压抑住杀人的冲动。滚，疯老婆子！这样的金链子哪里都是，再闹，老子打断你双腿！原来外婆改变了策略。我放暑假回家时必经的那条路，附近有3个村落，大山夜路难行。警察判定作案的应该不是外乡人，不然没法把痕迹处理得那么干净。他不再大张旗鼓地打听我的下落，而是兜里装满瓜子花生，谎称是来探亲，在几个村里来回打转。他到处唠嗑，八卦一切。或许老天是怜他命苦，他终于找到了线索。沈家屠夫本来每个月的周3都要去县城进货，可就在我孙女失踪后，就整整1个月没去进过货，连他的运猪货车第2天都低价转卖了。那车他才买了小半年，为什么卖？一定是上头有我孙女的血迹。他话音一落，沈家母子的脸色就彻底变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大字不识的外婆靠问、靠打听、靠跋山涉水，真的拼凑出连警察都不曾摸到的真相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只有他不会放弃我，会永远的寻找我，等待我，爱着我。可没人信年迈的农村老妇。沈静脸上闪过错愕慌乱，换成凶神恶煞的嘴脸，想讹钱啊？死老太婆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就去找警察啊，看警察还理不理你。外婆的眼神暗淡了下去，只一瞬又生机勃勃。她擦擦手上的血迹，我会找到的，一定会，我一定要给我孙女找到公道。晚上，我听到沈家母子私下商量，那老不死的又来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都4年了，怎么还没死心？我说那货车要销毁了，你爸不舍得，说才买没多久，看吧还是留了祸根，万一真给找到。沈静按灭烟，雨露很近，只要人没了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母子很快拟定好杀人计划。大暴雨那天，张翠芳鬼鬼祟祟从后门回来，说是办妥了，就在老太婆从县城回来的必经之路，我一下就把人推下去了。放心，没人经过，他们没发现，我正浑身湿哒哒的站在阴影处，诡异的纯黑眼珠一瞬不瞬的凝视着他们。第2天，沈静暴跳如雷，把亲娘踹翻，老太婆还活着，悬崖下压根没尸体，你没动手。张翠芳如遇晴天霹雳，她对天发誓，真的推了。晚上我不嫌乱的落井下石，是你妈撒了谎吧？她根本没有推，你妈总爱吹牛，也不是1次2次了，她还是不够爱你罢了，谁让她是你妈呢？沈静脸色难看的吓人，我一边安慰，一边心里直笑。狠毒自私的父母养出的儿子暴力且懦弱，这2个特质并不矛盾。对待弱者他会施暴，面对危险又习惯推给父母处理。第2次下手的还是婆婆，这次她是趁老太婆打水时将她推下井，真死透了，我亲眼看着呢，手脚都给摔折了。井水深，摔不死也能淹死。可当晚，外婆毫发无损地出现在沈家门口，骂了1小时，沈家母子一副见鬼的样子，门都不敢出。我外婆叉着腰，骂得花样百出，不待重复。临走前，她还在门口用红漆写“杀人犯”。农村兴奋无风不起浪，邻居们议论起来。真有人说起来，那晚我是看到沈屠夫大半夜开车出门，吓得我家狗吠了半天。我问他做啥呢？他说送肉，不过谁大半夜去送猪肉？沈屠夫卖车前冲洗了好多次，我问过价，愿意给高点，可他打死不卖给我，宁愿拉去隔壁县的2手市场。奇怪不？那你们那会儿咋不跟警察说？都是邻居。哎呦，哪里好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。生怕暴露，沈静急得把婆婆打了一顿，我大声劝别打了，但只动嘴。婆婆趴在地上哀求我救救她，我为难地摊手，是你教育我出嫁从夫，我只能听你儿子的，爱莫能助啊。
看着沈静热锅一样在家里乱转，我提醒：现在杀人的是你妈，过去也可以是啊。婆婆不总说替儿子受过是做妈的荣耀？那录音在这。录音里是婆婆讲述自己杀人的细节，沈静若有所思。当晚婆婆脑溢血，她袖手旁观，任由亲妈瘫在家里。她想去治病，沈静警告我不准送，还嫌弃地瞥了老娘一眼。去医院不一样找人照顾，还花钱，有媳妇照顾你就成。我娶老婆不就是为了这一天？我悉心照顾婆婆，水杯永远放在她看得见、够不着的地方，勤换被褥，只是一床比一床脏。看我端来的汤碗，婆婆眼里充满绝望恐惧，喉咙里发出刺耳的惨叫。经过窗外的邻居看到这一幕，由衷发出夸赞：沈家媳妇真贤惠，翠芳你有福啊！我含笑把爬满小尸鳖的粥喂进婆婆嘴里，她目眦欲裂，任我摆弄，却无力反抗。一勺下去，她浑身冷汗，疼得满地抽搐。恶狠的尸鳖通过食道钻进她血肉骨髓里，她很快牙齿打颤，眼瞳扩散。婆婆吃多点，身体才能好。我神情娴静，再喂一勺，就像4年前她敲开我的嘴，灌我迷药时一样。4年前，我不是在树林里遇害的。我手指划过婆婆天灵盖，她流满眼泪口水的脸上全是悔恨，但没用。那天回村的巴士半路坏了，不想外婆久等，我徒步回家。经过沈村时又渴又饿，是她招呼我进屋喝杯水，乡亲邻里讨杯水很正常，我并没多想。直到她直勾勾盯着我问，我儿子那么优秀，可偏偏各家都要高价彩礼，真没眼光。姑娘，我看你是大学生，你家要求彩礼吗？如果失了身，没了清白，想要彩礼也没脸要了吧？她眼里的恶意让我心惊，我立刻起身。可眼前的中年女人忽然分裂成2个、3个，她让儿子把瘫软的我搬进那屋。儿啊，你瞧，妈妈给你找了个大学生。傍晚，我咬开绳索逃进山里，但迷药没散完，很快就被沈静追上。这就是真相，但我并不想外婆知道，没意义了。以前同学笑话我是婆宝女，连饭堂吃出小虫子都要跟外婆撒娇，要让她心疼我一下。我磕破点膝盖，她都要骂天骂的心疼半天。以她大惊小怪又护短的性子，会受不了的。这份仇我会自己报。喂完最后一口，我端起碗看向床上，婆婆歪向一边，吃饱的尸鳖从她鼻孔弹出小脑袋，又迅速缩了进去。她彻底废了，只剩一副空落落的躯壳。可是还不够，我保留住她的痛感。最后的狂欢需要恶贯满盈的见证者。沈静决定亲自杀掉我外婆。她出发那天，婆婆忽然恢复了点神智，用力踢翻了盆子。她想让儿子别去，半张着嘴发出嘶哑：别！沈静头也不回地来到养猪场。我外婆靠给工人做早餐补贴生活，她早早潜伏。天蒙蒙亮时，小老太一瘸一拐来了，她用布袋蒙住老人身体。他抄起铁铲一顿毒打，可掀开袋子，他愣了，没有预想中的血肉模糊，里头压根什么也没有，只剩一张皱巴巴的人皮。人呢？猩红的粘液凭空滴落在脸颊。沈静猛地抬头，就见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以扭曲诡异的姿势倒挂在横梁上。我笑得诡异又愉悦。亲爱的，是在找我吗？人在生死存亡时会爆发出平日难以想象的力量。沈静几乎是下意识就抄起铁锹往我身上砍，很准也很狠。我的头骨裂了，但血肉自动融合，露出第2层皮肉，也就是沈屠夫的脸，倒是没有骗我。沈静的眼神此刻恐惧到极点。你就是皮尸，是你吃了我爸？是啊，可太晚了。他拔腿就跑，整个养猪场的灯熄灭，四处一片漆黑，让沈静的每一个脚步声都如此清晰。黑暗就是我的世界，我不急不慢的步步紧逼，顺便告诉他我是怎么变成皮尸的。为了伪装成人，我好辛苦哦，每晚要缝好肚皮，你这都没发现？哦，也不怪你，闻了尸气，你什么都不会知道，更不会发现每晚旁边睡的是尸体。我算着时间，4年前我逃走后10分钟，沈静追了上来，现在只是游戏重演。有人在吗？沈静一边跑一边求救，可整个工厂电梯全都停运，连走廊上的门都紧闭，寂静的没一点人气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办公室，刚锁上门，人皮从缝隙里如水般蔓延出来。我那只流着血的手抓住他的脚，藤蔓一样往上缠爬，他慌不择路地朝一端的黑暗跑去。骚臭味扑鼻，廊道2侧全是关着肉猪的栅栏。沈静躲在猪圈里，忍着恶臭味也不敢出声。就在他以为自己死定的时候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居然是小道士发来的信息。古书记载，皮尸具裂血，砍掉食指，以血做火符，可保一命。这消息可谓救命稻草，可喜忧参半。砍掉自己手指，那也哒哒哒哒哒。很快，诡异的脚步，腥臭的尸臭逐渐逼近，最后还是求生欲占据上风。沈静咬紧牙关，用刀往手指那狠狠剁去。最后一道符落下时，我的头探了进来。沈静与我近在咫尺，但我似乎没察觉，直到脚步声远去，沈静整个人才松了口气。可下一瞬间，有什么东西拱了上来，他扭头一看，差点晕倒。几十只白色肥胖、脏兮兮的庞然大物正凝视着自己，清早还没喂食的猪嗷嗷待哺。
闻到血腥味，无数身影朝他靠近，不断的用鼻子嗅着他身上的气味，用头拱他的身体。声嘶力竭的惨叫回荡着，此起彼伏。我在外面快乐数着拍子，一下两下。他忘了猪其实是杂食动物，跟人类一样可食肉，自然也吃人。我接到警察通知赶到医院时，几乎认不出沈静的样子。他奄奄一息，脸被啃食得残缺不全，一只腿被啃到大腿根。我立刻晕厥，不然真怕自己笑出声。沈静看到我，身体就像被电击一样抽搐，指着我发出疯癫尖叫。是他是皮尸，害了我全家。我爸就是他吃掉的，撕开他的皮呀，对，用烈火符。他怕火。真的，她就是4年前死掉的女大学生江思思，我没说谎，她就是我亲手掐死的啊！打镇定，几个医生死死按住她，病人受惊过度，精神不稳定，还伴随严重幻想。我红了眼眶，无助地躲在了警察身后，冲沈静露出一抹冷酷讥诮的笑。养猪场的监控拍下沈静诡异的举动，她在猪圈里四处逃窜，对着空气凭空哭嚎，还亲自砍下自己手指，画起不知所谓的符咒。警察调查后断定，还是被不法分子用迷信实施的洗脑诈骗了吧？他手机里的道士用的可是虚拟号。这时，一个老警察蹙起眉，等等，沈静刚提到女大学生江思思，我外婆每周去县局，只有她耐心接待。她敏锐地抓住了问题所在。她说江思思是她掐死的，目前她的状态还是失踪。她怎么知道她是生是死？去申请搜查令，立刻调查沈家。这个沈静提上来，我要亲自来审。看，外婆，你的努力不会白费，多少人笑你笨，嘲笑你在做无用功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你才是对的，你就是我的大英雄。警察在沈静手机里找到了沈母谋害我外婆的录音，虽然他们也很不解，人不还好好活着吗？这对母子在耍什么花样？在去逮捕沈静时，病床上人却没了。监控显示，沈静是被一个道士带走的。大师，只有你能救我啊！沈静从没那么后悔过，她忍着浑身剧痛，苦苦哀求。那该死的女人阴魂不散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，还纠缠着我家里人。当初要不是她乱咬人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啊。大概是男人残废的样子，太可怜。小道士叹气，你都被警察通缉了，横竖都是死，何必白费气力？沈静把这几年直播赚的巨款全打了过去。收到款，小道士看到诚意，才说办法吗？也不是没有，皮尸食人靠阳气，今晚你躲进阴棺里，阴气盖阳气，过了12点，皮尸自然无功而返，阴棺藏在墓地。沈静千恩万谢，用一条独腿奋力爬进去，每动一下都会伴随着痛苦的呻吟。盖上棺材盖，他长舒一口气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看你怎么找到我。再过3小时就好了，只要等生日过了，我就能平平安安。可他最终等到的是我愉快的问候，喜欢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吗？为你量身打造的棺材很合身吧？沈静万万想不到，倒是我的人。我说过，最极致的绝望一定是经历过纯粹的希望，冷热交加，灵魂才够有韧性。小道士，不，老皮师鼓掌，论吃的艺术，你是翘楚，谁也比不过。我们里应外合，一步步让沈静从不信到深信不疑，张弛有度，真假参半，这才是真正的心理操控。放了我，放我出去！沈静慌了，试图找到一丝逃脱的可能，可都是徒劳的。棺材盖子压得紧紧的，空气只会越来越稀薄。我哼唱着生日快乐，棺材里的敲打、抓挠声就像古典伴奏。一曲唱完，里头的动静也正好没了。月色凝固，荒草摇曳，黑鸦鸣啼，仿佛都在为此刻欢呼。几天后，警方在棺材里发现了沈静的尸体，鉴于棺材内外只有她自己的指纹，最后还是被定性为自杀。可棺材板上全是挣扎的痕迹，求生欲那么强，自杀，她临死前还在写皮尸会不会真的有？剩下的半句话藏在所有人心里，就算真的有，那不也是报应吗？尘埃落定那天，外婆领到了我的死亡证明，按理说是要举办追悼会的，可她坐在小板凳上半天，回礼屋掏出节绳索，人争一口气，替孙女着了血，她也没别的念想了。绳索搭上梁，踢开凳子的那个瞬间，院子里响起清脆的声音：外婆。小老太以为老耳昏花，听错了，直到她颤颤巍巍回头，她心心念念的小孩背着包站在阳光中，笑意盈盈朝她挥手。我的脸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，可我知道她认得出我，一定。她端详着我的脸，来回摩挲我的轮廓。她什么也没说，甚至什么也没问我怎么回来的。她紧紧捂住我发凉的手，嗔怪怎么那么久才回来？快点把手洗干净，给你做好吃的。我欢呼，那我要吃包子，牛肉粉丝馅的。小馋鬼，好好好，等外婆给你包。他语气是那么平常，可我感觉得到他苍老掌心下熔岩一样滚动的热度。他牵着我，如同领着迷途的羔羊。外婆，每条路都会带我回家，就像全世界的思念都会在这重逢。